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今天是周末，所以我们不讲技术，讲一个加密世界里边的传奇故事。今天的主角是 Jack Dorsey， 很多人呢称他是加密世界里边的乔布斯。为什么呢？ Steve Jobs 的伟大在于他创造了 iPhone， 把互联网第一次真正放进每个人的口袋里边。一部手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工具的使用方式。Jack Dorsey 的伟大呢，在于他创造了 Twitter， 让人们第一次只用140个字符就能实时的连接彼此。一条推文改变了全世界的沟通方式。乔布斯呢，塑造了工具 ，Dorsey 塑造了沟通。他们都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造梦者。但不同于乔布斯的早逝， Jack Dorsey 的传奇仍然在继续，而且更加疯狂，更加颠覆，也更具有争议性。想象一下这样的一幅画面：2008年旧金山的一个咖啡厅里边，31岁的 Jack Dorsey 接到一通电话，我们要新的 CEO。短短的6个字，就像刀锋一样，切断了他和 Twitter 的纽带。那个被他视作孩子的创作，在一瞬间被交给了别人。和当年被逐出苹果的 Steve Jobs 一样， Dorsey 也跌进了人生的低谷。区别是 Steve Jobs 还有 Pixar 可以东山再起，而 Dorsey 呢，一无所有。然而正是这份绝望点燃了他心中更大的一个火焰。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被逐出自己公司的人，几年以后不仅重返了 Twitter， 还同时执掌2家上市公司，最后甚至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比特币上。如果说 Steve Jobs 留下的是 iPhone， 那么 Jack Dorsey 想留下的是属于未来的比特币的生态。而如今呢，全世界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马斯克的身上，但在加密的世界里边，我想说 Jack Dorsey 才是真正的乔布斯。答案呢，就藏在他那疯狂而传奇的一生里边。每一个传奇都有一个不平凡的开始。Jack Dorsey 的故事要从他的家庭说起。密苏里州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中产家庭，父亲呢修理质谱仪，母亲经营一家小小的咖啡馆，但他们的儿子注定不普通。年幼的 Dorsey 患有语言障碍，当别的孩子在操场上奔跑嬉戏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边，与电脑和电台为伴。孤独有的时候是天才的摇篮。14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改变一切的事情，他写了一款调度软件，一个14岁的小孩啊，这款软件呢竟然被真正的出租车公司用来指挥车队。你可以想象一下，成百上千辆出租车在城市里边穿梭，他们的路线竟然是由一个高中生写的代码来决定的。这个就是 Jack Dorsey 式的疯狂。当别的孩子还在打游戏的时候，他已经在重写现实。2年以后呢，一个更疯狂的事情发生了。16岁的他发现一家调度公司网站存在漏洞。普通的黑客会怎么办呢？入侵、破坏、炫耀。而 Dorsey 呢，选择给老板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你们的系统有漏洞，我可以帮你们来修复。结果呢，一封邮件就让一个少年从密苏里的家里边的卧室直接走进了曼哈顿的办公室，当场呢他就被聘用了。这就是 Jack Dorsey。别人看到漏洞，他看到机会；别人想着破坏，他想着创造。也正是这种思维埋下了 Twitter 的种子。如果调度员能用简短的信息实时调度救护车、出租车，那么普通人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实时分享自己的生活呢？140个字符改变世界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这个就像 Jobs 和比尔盖茨一样， Dorsey 也没有念完大学，这好像是这些天才共同走的路径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点子，根本来不及拿到一张文凭。2006年，命运之门打开了，在一家快要倒闭的播客公司 Audio， 在一场绝望的头脑风暴的会议当中， Jack Dorsey 站了起来，说出了一句改变世界的话：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调度员一样实时更新状态呢？短短的2周，他就和他的团队做出了原型，并且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 TWTTR。 这个名字其实只是5个字符，模仿短信的代码，灵感呢来自当时火爆的照片分享网站 Flickr， 后来呢才改变成我们熟悉的名字
Twitter。2007年的西南偏南音乐节，奇迹发生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疯狂地用这个小的应用互相联系，推文量从每天的2万条暴涨到了6万条，140个字符，让信息像涟漪一样瞬间的扩散，从八卦的新闻到街头的抗议，让全世界第一次体验到了实时沟通的力量。Jack Dorsey 一夜成名，他被捧为下一个沟通界、social 界的 Steve Jobs。Jobs 呢用 iPhone 改变了工具 ，Dorsey 用 Twitter 改变了沟通，天堂的大门就这样为他打开了。但短短的1年以后，这扇门又猛地给他关上了。2008年，用户暴涨，然后系统呢频繁的崩溃，工程师们疲于修复，投资人不断的在追问他，盈利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而 Dorsey 却常常提前离开办公室，干什么去呢？上瑜伽课，或者是学习时装设计。在员工的眼里，他更像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 CEO。他是个有远见的创始人，但不是能带领公司长期走下去的人。这是团队和投资人对他所达成的共识。终于，在一个阴冷的会议室里边，有一天，董事会宣布权力交给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 Ivan Williams。Jack Dorsey 被迫交出了 CEO 的位置。这个就像当年 Steve Jobs 一样，他被逐出了亲手打造的帝国。但不同的是 ，Steve Jobs 还有 Pixar 作为退路 ，Dorsey 呢跌进了彻底的空白。一个31岁的天才创始人，忽然之间一无所有了。他的人生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是就此沉沦呢，还是说绝地的反击呢？被赶出 Twitter 的 Jack Dorsey 一度陷入了彻底的低谷，但和 Steve Jobs 一样，他们都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失去舞台的痛苦只让他们更加渴望下一次的创新，下一次的成功。2009年，一个偶然的事件点燃了他的灵感。他的朋友 Jam 卖玻璃的艺术品，因为没有办法刷信用卡，失去了一笔非常大的交易。在那个年代，只有大公司才能享受刷卡支付的便利，街角的小店、自由的贩卖者都被挡在了金融体系的高墙之外。Dorsey 当时就意识到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于是呢，他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方块，这个方块能插在手机的耳机孔里边，任何人、任何地方都能够收款。这个就是 Square， 它不仅仅是一个刷卡器，而是一场金融的民主化革命。咖啡店的老板、路边的小摊都能够像沃尔玛一样的收款。第一次，普通人也能碰触到金融的力量。Square 呢飞速的成长 ，Dorsey 重新证明了自己。如果说 Steve Jobs 用 Pixar 证明了自己的创造力， Dorsey 呢用 Square 证明了自己的执行力。2015年 Square 上市，而命运也在同一年再一次把舞台交还给了他。因为此时的 Twitter 也又一次的陷入了困境，董事会别无选择，只能把 Jack Dorsey 请了回来。但这一次他们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条件，他必须在继续担任 Square CEO 的同时，再度出任 Twitter 的 CEO。于是呢，科技史上最疯狂的一幕出现了 ，Jack Dorsey 同时执掌 Twitter 和 Square 2家上市公司。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Jack Dorsey 的管理风格和大多数硅谷的 CEO 完全不一样。Steve Jobs 的习惯在于强势的控制，事无巨细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而 Jack Dorsey 却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去中心化的管理。他把权力分散给强大的副手团队，自己呢则像一个设计师，专注于最核心的产品方向。就像 Twitter 的信息流，或者是 Square 的支付体验，他的日程被切割的极为简洁，冥想、跑步、进入办公室，每个环节保持极简的风格。哪怕要在2家公司之间来回的切换，他依然选择把重点放在减法，去掉不必要的流程，保留最核心的那一部分。这种哲学呢，和 Jobs 的极简美学不谋而合。Steve Jobs 呢，把极简写进 iPhone 的外观和 iOS 软件里边， Dorsey 则把极简写进管理和组织架构方式。一个是集权式的简约，而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的简约，结果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边，找到最纯粹的解决办法。这也正是 Dorsey 能同时掌管2家上市公司的秘密。
在同时管理 Twitter 和 Square 的岁月里边 ，Jack Dorsey 找到了他这一生最坚定的信仰——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正好体现了他在调度系统时代学到的原则：去中心化、点对点的通信，消除中间人。对 Dorsey 来说，比特币呢就像一面镜子，把他对世界的理想完全给反射了出来。2018年，他公开表示，如果我不在 Twitter 里边，我会全身心的投入比特币。于是呢 ，Square 开始重仓押注比特币。2020年，先后买入2.2亿美元的比特币，通过 Cash App， 数百万普通人第一次用几美元就能够接触到比特币。这不是一次投资，而是一场布道，对普通人的布道。然而呢，与比特币理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 Twitter 的第二次执掌的过程当中，2016年大选虚假消息危机爆发，2020年大选以后，挑战呢也到达了顶峰。当时的 Twitter 开始给有争议的推文加标签，并最终在1月6日国会骚乱之后，永久封禁了特朗普的账号。这是 Twitter 有史以来最震撼的时刻之一。Dorsey 为这一刻决定辩护，这是正确的决定，但他也承认必须审视这对全球公共对话的深远影响。这一切让他更加确信，中心化的平台权力过于集中。于是呢，他开始推动去中心化的替代解决方案，资助了 Blue Sky 研究开放的社交媒体协议，希望未来的网络不再受阻于少数公司。2021年11月29号 Jack Dorsey 第二次辞去 Twitter CEO 的职务，这一次他是主动的离开。他说，我决定离开 Twitter， 因为我相信 Twitter 已经准备好摆脱其创始人，他为继任者准备好了交接，希望 Twitter 能够真正的独立。结果呢，不到1年，Elon Musk 以440亿美元收购了 Twitter。Dorsey 呢，仍然持有 2.4% 的 Twitter 的股份，但他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评价过这些变化。离开 Twitter 以后， Jack Dorsey 终于卸下了社交帝国掌门人的身份，他选择了把自己彻底的交给去中心化的世界。他捐出了14枚的比特币，支持 Nostr， 一个没有中心服务器、没有公司控制的社交协议。在他的眼里，这才是沟通该有的样子，自由、开放、不受审查。为了体现 Square 公司进军加密领域的决心，他甚至把 Square 公司更名为 Block。 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把比特币的生态从自己的理想走到现实里边去。 Sparrow 资助开源开发者 TBD 构建去中心化的金融协议， Bitkey 人人都能够用的自托管钱包，比特币矿机研发3纳米的芯片，把算力带到千万家里面去。这一切正是 Jack Dorsey 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现在呢，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说 Jack Dorsey 是加密领域、加密世界的 Steve Jobs？ 因为他们两个太像了。两个人呢，都曾被逐出过自己创办的公司，都在绝境当中逆袭，都用极简的哲学把复杂的世界变得更加简单。Jobs 留下的是 iPhone， 他改变了人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而 Dorsey 呢，想留下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比特币的生态，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掌控自己的资产和沟通。不同的是， Jobs 已成为过去的传奇，而 Dorsey 的故事仍然在继续当中。今天呢，他押注 Block， 押注比特币，押注去中心化。他的目标不是造一部手机，而是重塑整个金融体系。问题是，他能不能像 Steve Jobs 一样，用他的一生去定义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呢，就是 Jack Dorsey 的故事，一个从黑客少年到比特币布道者的传奇。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故事比较震撼，请点赞支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传奇，请订阅我们加密星球，同时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挖掘加密世界的秘密。好的，谢谢，再见。